我认为观世音菩萨我们要认清的，他不只是慈悲，他的慈悲必须要有智慧做后盾，才能够施展得出来。他不是说突然间坐在家里呢，只是要拜佛，他就突然间就变成那么厉害，刻苦的去读书实践，才能够今天成就了一个所谓的观音大士，真正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本集的主题是观世音菩萨。那在开始主题之前，因为我们中间休息了一段时间，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老师最近身体抱恙，对，生病了，也感冒了，1个半月呢，对啊，才慢慢的好起来，还没有完全好。对，现在2个月了，终于又可以来录音了。没错，对啊。那断断续续看到老师的消息，感觉还蛮严重的。3次进出屏东基督教医院的急诊。哇哦，天哪！这次比较严重，因为我6年，因为我很勤打那些疫苗，是6年没有感冒，所以我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都松懈了。没错，我个人讲，当然年龄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81岁的老人啦，久久病一次，又加上年纪的这个，对，所以这次病了，我知道这半年里面不会再生病了，因为所有的陆海空军的这个3军大队的免疫军队都起来了，都复苏了。现在是那个最警戒的时期。OK， 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观世音菩萨呢，民间也是称作观音佛祖或是观音妈，还有什么白衣大士，就是很多不同宗教派的对观音菩萨的称呼都有很多种。简单介绍一下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的名称来源于观察世间的声音，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聆听并解救苦难众生。那观世音菩萨通常也被认为说有无数的神通，它可以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样子来解救众生们。那世人也多描绘成观世音菩萨是有千手千眼的形象，代表他能聆听世间的声音，然后可以救助他们，是以慈悲为闻名的菩萨。台湾民间也是非常知名，就是观世音菩萨非常知名。像我家神明厅我讲过很多次就是我家有个神明厅，然后台湾的民间的神明厅通常都是用观音漆，我是查维基百科才知道那个叫做观音漆，就是一个神明厅，然后那个上面的画像是一个观世音菩萨。那台湾就是民间的神明厅大部分都是长这样大部分啦，也不一定是全部，像我家就是。那现在就来问老师说，虽然我前面讲了这么多，但是老师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讲看说，就是观世音菩萨到底是谁？比如说是释迦佛跟我们说有这个人的吗？是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家家阿弥陀了，户户观世音。这可以晓得观世音菩萨的名气在一般的民间信仰里面，那可以说是呢无远弗届的了。那么观音菩萨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就是有2部经典，一个就是《法华经》里面的观世音那个菩萨品，这里面呢我们简称它叫普门品。普门品是简称。那么另外一部呢，就是有名的心经。心经里面刚开头的那个观自在，那个观自在就是观世音。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翻译的人不同。观自在是唐朝的玄奘大师呢，他翻译的。那么呢，鸠摩罗什，这2位是古今的2位赫有名的大翻译家了，他翻成观世音。那就是我们我们在以前好几集有提到，菩萨就是修行2种大科目的人，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那刚好这2个菩萨的命名呢，就是拿慈悲来跟那个智慧来取名的。是以慈悲来讲就是观世音，因为这个菩萨呢时时刻刻在留心观察世间
苦难的那种呼救声，他能够循声来救苦，所以翻译成为观世音。那我们现在称为观音，那是因为听说的跟那个唐太宗林世敏不是我了，唐太宗李世民，因为他有一个事，所以要避讳。那么唐太宗呢，未免胆子也太大了，连菩萨都要呢避讳他，太没有道理了。那么另外一个是观自在，因为有智慧才能自在。比如说有的人呢，一天到晚呢困扰不堪，是痛苦不堪，烦恼不断，为什么？缺少智慧啊。观世音菩萨就是专门告诉众生怎么样来磨练自己的智慧，能够来运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自己的烦恼的一个圣者，所以我们称他就是观世音。那菩萨你刚刚有提到了大士，你像《西游记》呢称观音菩萨都是观音大士，大士就是大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大人？胸襟大，理想大，德高望重，智慧大，成就大，对不对？这样的人才能够说大士，有成就的大修行者了，大士，所以大士就是菩萨了。那么呢，我刚刚有讲到大人，为什么呢？其实比如说我们佛教里面有8大人觉经，8种大人就是菩萨，8种菩萨所觉悟的经典叫做8大人觉经，就是我们在经典里面也有把大士称为大人，那么把这个观音菩萨呢，我们称观音又称为自在，这2个呢不同吗？好，不同的意思就是说呢，强调的是一个是强调慈悲，一个强调的是大士。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强调并不是废，就是我只要慈悲不要智慧，没有这样讲。是你有慈悲心想去救人，可是你不会游泳，你跳下去不是自寻死路吗？对不对？你呢有技术，你会游泳，可是你不想救人，对不对？所以悲智要双修才好。就在佛门里面就强调这2个字，你要想解脱，你想自度，你想要度人，就要这样子。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流传了那么久了，当然啦，有很多附加进来的穿作附会的故事了，这是在所难免的。没错，对，好，观世音菩萨也是释迦佛跟弟子讲说有这个人，然后弟子抄经抄下来，然后就变成我们认识的观世音菩萨。简单说了，观世音菩萨成佛的时间呢，是比释迦牟尼那不晓得早了多少劫不是年哦。观世音菩萨是前辈，所以我们有时候称他叫观音古佛。观音古佛观音菩萨他呢成佛的时间非常的早了，可是呢因为悲心的驱使，所以他道驾慈航，他又回来呢要当菩萨来度众生。他就是呢好像一个念完了博士的人，像我同学，他小学教师，他呢念到大学，念到博士，他又回到小学去教书。了解，知道我这样的意思吗？所以观音菩萨我们称他叫道驾慈航，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现今我们常看到的观世音菩萨的图画像，或是我们脑内中的印象，就想到观世音菩萨呢，我们就会想到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大多都是穿着长长飘逸的白衣服，然后手里会拖着一个白瓷瓶，然后瓶中会插着2-3根柳枝，或是他另一只手会捏着莲花指，或是手上有拿着莲花 anyway， 然后总是坐在莲花上面，或是踩着白云出现。这些形象啊，其实我们脑袋想的观世音菩萨都是这样子飘逸形象的女性，可是其实观世音菩萨一开始出现在佛经里面，它是以男性的形象出现，它是传到中国之后才用女性的形象出现。是古代，其实在中国古代观音的画像也是男的。对啊，所以观音菩萨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这一点很简单我们常常讲到我们是欲界的众生，是欲界的众生才有男女那呢，所以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欲界的6天的众生，包括天人呢，都有性欲，都需要这样才能够传宗接代繁衍。可是你想想看，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它没有男女相呢，它是以莲花来化身呢。
是，所以呢，我们晓得啦，有些众生呢，他是有分男女的，那可是透过了修行以后，他呢，宇宙间的这些生命呢，他可能已经超越了男女的这种。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我们今天的生物里面有无性生殖的，对，无性生殖，它不需要，对不对？它自己可以分裂。我们在念生物的时候已经有了，没错。所以呢，观世音菩萨他是男的，是女的，随着众生你自己给他界定。不过你要了解的，佛经里面呢，并不一定宇宙间所有的生命都有男女不同的对立，还没有，有些已经超越了，像圣贤菩萨这些佛菩萨阿罗汉，他们呢不需要再有男女的欲望。所以他呢也就可以说不要有男女的分别。至于他们有男女相的分别，是为了众生而显现不同的面貌。因为你想在古代中国，女生的话她很少出门，你在家里拜一个男生，对不对？就是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在当时的社会也是不太能接受，变成了一个观音，变成一个慈悲的像母亲一样的，对不对？那这样正好迎合了古代那种保守的社会，大家呢认为在家里拜观音，父母也非常的安心。OK， 所以其实观音有一个说法是说，观音菩萨传入中国的时候，那是为了女性信众着想，所以才把他的形象弄成比较偏女性的样子。可是你给他注意看那个观音菩萨的像他还是画成比较偏向那种中性的像，因为怕很多那些坏蛋胡思乱想想入非非的，真的。okay， 所以不能够把观音菩萨的像画得太妖艳，妖艳，对，太妩媚就不好，就变成别人对，这样子的话反而误导了众生。因为众生你晓得贪嗔痴众生是莫名其妙的。OK，是，对，也是啦。现在观音菩萨的画像其实是偏中性才对，对，我认为这样才得当，才比较适宜。了解。最早那个印度佛教文化的观世音菩萨的形象，还有小胡子，男性形象。因为可能有的人认为这样比较潇洒，对，干嘛比较容易来摄众，接引众生对啊，亲近众生，而且是蛮庄严的一个男性形象。有，对，我们在很多的洞窟啦，很多的在这个艺术品里面都可以看到。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到观世音菩萨的著名的传说故事。就是现在最知名的，应该除了我们前面有讲到普门品当中有讲到他有33应化身，就是他可以化身成各种人的样子来解救众生，包括佛。所以这么厉害。因为众生，因为普门品你会讲到，你想要用佛身得度，就是你一定要佛来度我才要信，那观音菩萨就显现佛的样子来度你。有的人认为说，一定要一个漂亮的小姐来对我说法，像林老师呢这种老头我就不信。那这时候观音菩萨他就会显现一个小女生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来度你。什么投其所好？我的天啊！不是适应众生的根基，适应众生的根基。对，这是菩萨的慈悲跟智慧。OK， 好，那接下来还有比如说妙善公主的传说，这是我查资料查到的，不知道老师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呢，曾经被拍过电影，我小学的时候就有看过。是哦，对，就是那个国王他有3个女儿嘛，那个小女儿呢，就是好像比较不得宠可是爸爸有一次，那个国王呢，爸爸呢，他生病了，那必须要呢挖眼睛起来呢，去吞药呢。爸爸才会好起来。没错。大姐姐、二姐姐都说呢，我要不行。到最后，这个第3位的这个小公主，她就是呢说，为了救爸爸，她愿意呢摘下自己的眼睛来救爸爸。她摘下来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看了还流眼泪，现在忍不住又回想到过去。她摘下来的时候，天地震动啊。那么观音菩萨他救了爸爸以后，他升天了。对，就传说说那个妙善公主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样。对，这个故事我很感动，但是他升天了，我有意见，因为他不懂得佛教里面涅槃得道的这样的意义。那个电影我想起来叫《观音得道》那个得道2个字呢，
在我们世间呢，好像都是飞上太空了。对啊，飞升的感觉。那佛教的涅槃，我现在做成了一条歌，就是谁把贪嗔痴的烦恼都消掉的人，他就是圣者，他就是解脱的人。所以正涅槃得解脱不一定要死掉。当下你呢，譬如说你现在有烦恼，哎呦，这想不开，像这边有一个石头，对不对？当你想开的时候，一掉下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当下就得解脱了？还要等到你死吗？也不需要。现在简单了，你的孩子或者你的爸爸妈妈，在这次花莲地震的时候，对不对？他去那边刚好在那个走廊，对不对？那掩埋了，你那时候心里急死了，那是一块石头压在这里。等到他那边呢回报说他得救了，你那个石头马上就掉在地下了，你当下就解脱。同样的，谁把自己的心中的贪嗔痴烦恼解除的人，这种人就是解脱，就是入涅槃了。不一定要到死的时候。谁把那块心上的石头掉下就解脱，谁把贪嗔痴的烦恼把它解除就是解脱。好，除了这个以外啊，比如说盂兰观音，对，盂兰观音这个故事我也是查资料看到的，可是我也是觉得这个故事蛮妙的，也是跟妙善公主一样，就是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盂兰观音这对不对？对，有时候跟色情有关啊，色情？不要，先不要害怕。我说害怕就是这样，就有很一个漂亮的小姐，她为了度一个渔村，好像那些男生啊，他们的，所以呢，她就变化成一个漂亮的小姐。那么大家都想娶她，那么这个盂兰的这个小姐，她就说：“可是我只有一个啊。”那你们现在好了，今天晚上谁把这个先把这个佛典呢，先把我背完了，我就嫁给他。那听说第一天晚上20个人背完了，他就讲说，谁把这个《金刚经》也背完了，我就呢嫁给他。那听说呢剩下10个，那我也不能一个人叫你们10个啊。最后就是今天晚上谁把妙法莲花经把它背完了，我就嫁给他。结果剩下1个，结果他结婚的那天，那个菩萨就死了，就离开了。那个男生呢，伤心的要命。第2天才有和尚告诉他，昨天那个就是观音菩萨要想来度你，因为你满脑子，你这么聪明，不去考试，那你天天的这么想着呢，要娶呢漂亮的太太，所以呢他才来度化你。当然民间的传说了，对不对？佛教传入以后，跟很多中国很多文人的笔记啊，可能是相结合，就有这样子的意思了。可能另外一个呢，就盂兰观音也可能跟那个放生有关呢。放生呢，因为这渔村里面不是捕鱼吗？对不对？对。那么有时候呢，菩萨化成这样说呢，你们应该把鱼呢给它呢，不要捕太多了，够吃就好，对不对？孔子也有这样的思想了，就是说呢，你不要呢把那个池子的水都放光，把所有的池里面的鱼都得杀光，那你明年还吃什么东西呢？所以这盂兰的观音呢，可以看，只显现一个菩萨的智慧跟他的慈悲，一种妙用借用这样的法门来度化众生。所以这个也算是就这个观世音菩萨变成各式各样的样子去度化众生的一个故事。那还有一个是送子观音。送子观音，我在家里，我在园地里面有一尊石像，我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很感动为什么？因为呢，对你晓得，很多妈妈呢迫于不得已要把孩子呢给他呢打掉，有很多妈妈呢，她因为没有经验，或是她自己体弱，所以让的孩子不能够平安长大，中途就夭折了。这些妈妈都很可怜。当然我很反对，以前呢我还去参加那个走在那个台南的路上去抗议，就婴灵婴灵就是说呢，你那孩子呢在怀孕中间把他打掉是死了，所以呢他会来跟你讨命，他会来报仇，更弄得妈妈人心惶惶，所以要去给他呢做法会，那借机来敛财，真讨厌的那我是站在妈妈他们的心里想，这心里呢一定很难过，需要辅导的。所以佛教里面有这种送子观音，像那种，那我相信也可以抚慰他们的心，认为说我拜观音的话，观音菩萨还会再送一个小孩来给我。像很多妈妈不是比较勇敢讲一句话吗？
我相信呢，我现在要努力，我这个死去的孩子还会再回来投胎，把他生回来，这安慰了多少人的心呢？那么在古代，女人呢，尤其比如说皇帝的妃子那是很尊崇啊。可是她如果不会生孩子的话，她永远不会得宠。所以生孩子对女人是多么的重要。我在讲过去的，对以前的社会，现在很多女生不生呢，对不对？所以现在跟古代想法，我不是在批判。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说状况是这样子。在古代呢，生小孩很重要了。所以呢，你一个信仰，比如说他很喜欢呢信佛教，可是他就要讲一句话：那佛教能够让我怀孕吗？佛教能够让我做父亲吗？那佛教如果提不出答案，又怎么能够讲叫做佛法无边呢？所以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就讲到色欲求男，如果你想要求一个男生，你努力的拜观世音就能够得男。我以前也讲过，我在我的书上也有讲过。我结婚的时候，真的我是按照普门品里面就说，观音菩萨，我第一个小孩想要男的，就生下我那老大。第二个说我是希望生一个女的，果然给我一个女。我不是在助长迷信呢，我是说，在我那个时候这样讲的话，我是满心的欢喜，而且信心满满。为什么？这就是宗教的力量。宗教带给你力量。我不见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的，我拜观世音，观世音菩萨满我的愿，我觉得高兴死了。我妈、我爸爸他们在开刀的时候，我礼拜观世音，念观世音菩萨的信心，宗教给我力量，让我呢，我父亲的7个钟头的这个手术中间，我在外面念观音菩萨，结果这7个钟头比较容易熬过。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那边呢走来走去，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那满心呢都是空空洞洞的，那非常痛苦的。就是宗教抚慰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们就是说，送子观音是宜兰观音，就菩萨的慈悲，那么它变现了种种的身形来安慰众生的心。我认为说呢，这在宗教来讲呢，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人在那种呢不知所措的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能够寄托在宗教，而宗教也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我认为说，这是人生非常美满的一件事。就是宗教让人比较有向心力吧，就是那你信什么宗教都可以。我这样讲，有人讲你都讲你们的观音，你信妈祖 OK 啊，你信玛利亚也可以啊，你耶稣也行。我对于信，只要是正信的，不要敛财的 ，OK， 对不对？你信什么样的宗教，只要它能够真正满足你的愿望，而最重要一点，你要信得进。你要能够信得下，为什么？他讲的道理你能够服气。像我林世敏，我呢，像佛教如果不能够说服我，我怎么可能死心塌地这一辈子来信仰他呢？而到了81岁了，还在这边呢唠唠叨叨的讲不停呢，就表示佛理一定有殊胜之处，一定有呢超人的。超过世间的这种学问的地方。 OK， 因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尊，极大无尽意，如听观音心，善因诸方所。好，还有一个是南海救苦观音，老师知道吗？因为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就在我们现在的普陀山来跟印度的观音菩萨的道场去相结合。因为观音菩萨来到中国，他就是在普陀山示现的。所以我做的观世音菩萨的礼赞观世音里面，就普门示现。我在讲这首歌的时候，也讲到了普陀山。那么呢，这是一般人认为了。那我年轻的时候看过那个现在凤山颜色的师父啊，
他写过的观音菩萨的这种呢，奇异录，他的灵感奇异录，就是观音菩萨的神通的这些故事。是，对，我爸爸生病的时候，那时候他对佛教一无信仰，可是因为他病重了，所以他看到观世音菩萨能够寻声救苦，所以他就非常的喜欢，甚至于自己在抱着病在路边就买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回来，现在还放在我们家的佛堂。有，老师就变成我们家的一种信仰。我看到他就想到我父亲，菩萨那种庄严的法相就能够来安慰来度化很多本来跟佛没有缘的人。 OK， 而我个人对观世菩萨我是没有话讲的。我在林老师讲佛经像这些书里面都有提到过观音菩萨跟我一些渊源，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找来看哦。甚至于他也是我这一辈子的信仰。像这种观世音菩萨，像我们高雄市气爆的时候，我都会自己站在菩萨的面前，希望他能够呢度化。我同学知道我们家有这尊观世音菩萨，我大学的同班同学，还有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在他们的太太都进出加护病房，已经快要走了，都有装人工呼吸器的时候，他们信仰基督教的，但是他也说林老师你也帮我祈祷吧，你帮我祷告，帮我的。我每天散步的时候都帮他祈祷。这两个已经奄奄一息都快走的我这同学的太太，两个现在都好起来了。我认为宗教呢，给人的信仰，就算他们两个的太太走了，也不会影响，也不会改变我个人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众生的业力都不一样，OK， 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努力的念观世音菩萨，希望救我爸爸的命。我爸爸死的时候，这样的观世音菩萨，我曾经呢5年不念了，很失望。一直到我呢看了很多的佛书，对不对？不算就是有修行，自己有一点体悟的时候，才发现个人的业力都不同，对不对？每一个人的业力不同。我爸爸有观世音菩萨的陪伴，他最后呢能够安心的走。我个人呢，因为有观世音菩萨的祈求，我爸爸走了，在他走的这一段的时间，我不会彷徨失措。我认为宗教给人的力量，在这边我们必须要给他肯定的。不要我们常讲说，不要以得失来判断英雄，不要以成败，对不对？觉得菩萨没有救到你爸爸，你就讨厌他。我现在想起来，我有点呢小家子气了但是我知道个人所造的业力不同，几千万劫以来，对不对？可是宗教在这个时候，因为透过你的祈求，你的默念，它给你支撑的力量，单单就这一点，我认为就值回票价。对，宗教就是一个支撑人的力量，这样。好，那观世音菩萨的经文有哪些呢？其实之前录植物莲花的时候有讲过，就是有个6字真言嘛，唵嘛呢呗咪吽。关于这个6字真言以外，还有那个观音菩萨救苦真经，还有普门品、妙法莲华经，这个都是讲述于观世音菩萨的部分。 OK， 这些经典里面也有假的经典是假的附在但我不讲说哪一部是真的假的了好，我平常呢都是看普门品我认为普门品能够很完整的把观世音菩萨他这样的一个悲智双修的圣者介绍的非常的透彻，而且让人家信服了。我做歌曲的时候曾经把那个后面的寄颂把它呢编成我自己爱唱的歌，我自己很满意。我希望后代的众生听到我对于普门品后面的寄颂所谱的新的调子，他们喜欢的话，我希望他们喜欢，也能够采用我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他也能够早晚来客诵我认为观世音菩萨我们要认清的，他不只是慈悲，他的慈悲必须要有智慧做后盾，
才能够施展得出来。我们看普门品那个寄颂后面讲的叫事多，事就陪侍侍奉了，就跟随了，事多千亿佛，他追随千亿个佛了，发大清净愿，发那种度众生要想自己好好去学习的愿望。他不是说突然间坐在家里呢只是要拜佛，他这突然间就变成那么厉害。刻苦的去读书去实践，才能够今天成就了一个所谓的观音大士，真正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对，我每天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老师平常念经的话就是念这一句吗？还是就是我是走路的时候念这一句，就是走路的时候念这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功德灵感观世音菩萨。这是因为这是我妈教我的，所以我现在在念，在走路的时候就想起我妈，是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几句话把观音菩萨的所有的好处，对不对？把他的所有他的神通妙用都呢表现了大慈大悲，对不对？大慈大悲，那么救苦救难，救苦救难，功德灵感，广大灵感呢？因为你讲到说33个应化身是。就像呢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个月亮可以同时复现，同时显现在每一个人的眼前呢。无论你是井中月、湖中月、江中月，或是脸盆里面的月亮，只要那个水要清，水就是众生的心，就能够跟菩萨感应。观音菩萨是亚洲人的救赎，所有的亚洲的人都亲近过、听闻过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没错，观世音菩萨在亚洲特别的出名，是因为他呢确实妙用无穷，悲心无尽，他的能力真的是太神通广大的感觉。我对观世音菩萨五体投地。好，那观世音菩萨的特别能力和法力啊，就是千手千眼嘛，然后可以变身成任何人，然后聆听并解救苦难众生。还不只是千手千眼，因为菩萨会所谓的千手千眼是怕众生呢疑惑、慌张。菩萨只有一个，众生那么多，他怎么救得了呢？所以他就弄一个千手弄一个千眼。那你要的话可以万手万眼千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对，可以这样讲。对，观世音菩萨也很多雕塑或者是佛像、图画像，就是他后面有很多手嘛，背后有很多手。我高中的时候太崇敬观世音菩萨了，所以我就自己也亲手画了一尊。可是后来看看，完全没有把菩萨的悲智表现出来。后来我就把它呢火化了。对，因为我知道我不是画家，但是我写了观世音菩萨的歌。我认为这首歌是我70首歌里面目前呢70首歌里面的第一首。那是我走在那个苏花公路的时候，突然就耳朵里面就响起来了，当当当当叮当滴当滴当，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当当当当叮当当，南无大悲观世音。我认为这个旋律呢，是那边不晓得怎么搞的，就在我脑海里面一直打转。后来我回来以后就把它写起来。我希望这首歌有一天还能够在国家的音乐厅里面那个演奏的，它很好听啊。我每次听唱了都最为感动，我很爱哭的。像那各位的，我另外再补充一句，是我不是有写了25本的菩提言读经吗？把所有的佛典给它改成注解吗？每一句话都注解，都把它翻译吗？那25叫菩提言读经，还有总手引在上面吗？那就是有一次我中午要睡午觉的时候，突然就耳朵里面呢就响起来了，像观世音菩萨的声音讲说：市民把观世音菩萨的心经把它改写，用每一句去把它注解，然后后面呢还要编手引，有翻译有讨论。哎呦，睡午觉的时候就一直在那边打转，我好像睡着了，可是声音不停地转。我一醒过来以后，一想到对，所有从古代到今天，没有人注解佛经
是一句一句去注解的，没有人，而且没有人把它一句一句都把它编到后面的索引的。我因为受到这样的一个像观音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就让我把它写成了那部《心经》的注解。那欲罢不能，最后就写成了25本，就这样子。好多本，这要感谢观世音菩萨了。好，那最后几个问题就是啊，因为毕竟要做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主题嘛，所以我查了一些观世音菩萨的资料。可是就是在查资料的时候，就觉得说，大家在介绍观世音菩萨，就会一直说他有多厉害，他有多厉害，就变成是他是一个厉害的神明的感觉，超人对，一个超人来解救，就是对他像英雄超人来解救我们这些芸芸的众生，所以变成说，我就想说，观音菩萨有没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智慧的部分，提升我们的成长的部分？刚刚我已经提到了事多千亿佛，他拜的师父千万亿的佛，发的那种清净的愿力，那是呢恒河沙数，追随几千万亿的佛来学习。那我们知道中国儒家很讲究，弟子都要呢扶其劳，弟子要扶在左右，有没有？对师父是恭恭敬敬的，而且认真的做笔记来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学问，它是这样慢慢来的。佛是通达古今中外宇宙人生道理的人，观音菩萨不是生下来就叫观世音的，他是努力去学习，才有那样的学问智慧。然后他又有那种广大的悲心，那种呢慈悲的心，才能够造就我们今天所谓的亚洲的救赎，可能也是今天呢，你看全世界烽火连天了，它也变成全世界的救赎。观世音菩萨，我们还要记得一点，菩萨非常的慈悲，菩萨伸出了手要来救你，可是你的手如果没有伸出来，他救不到你。你有没有看看，有很多人跳楼的人被人家救了，可是呢，他不注意的是他又跳下去了。所以叫自己要觉悟，要觉醒，菩萨救你才有意义。我们现在简单这样讲，观世音菩萨是老师，是众生是学生，众生有疑问要认真来学习，而菩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无所不知，所以他会教你。可是你如果不学，你永远不会。所以我们这样讲，菩萨不能救众生。讲这句话很多人奇怪了，菩萨只能教众生，菩萨救众生只是临时的，他能救你以一时，可是你要超越生死的苦海，你要消除你内心的贪嗔痴，因为贪嗔痴才是你痛苦的原因。救你一时。对，他只能救你一时，解你一时之围。就像你现在没有饭吃，我们给一个乞丐只能给他一个面包，解他一餐之饿。OK， 对不对？那真正的度他，就要教他一个技艺，让他能够去谋生的技能，他才能够永远免除于饥饿的灾患。同样的，菩萨是老师，他教你很多，你必须要努力去学，你才学得会。那么他也希望你有一天也变成老师，跟他一样再去教导其他的学生。了解，这是菩萨救众生的意义。一传一，对不对？这个一变成2、4、8、16、32、64、126，一直下去。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将就是观音菩萨的智慧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就变成是说自己的心态也要像观世音菩萨那样慈悲，然后有智慧这样子吗？讲到这个话比较多，我们今天的还没有什么讲，改天如果特别有讲心经呢。其实观世音菩萨心经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刚刚你问的问题就是答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一个观世音一个菩萨为什么能够叫做观自在呢？因为他有智慧，他才能够叫观自在。如果一个呆呆的人，碍手碍脚，什么东西都想不透，什么都想不通，到了7月份他就害怕有鬼要上门，你这怎么会快乐呢？对不对？所以观自在就是有智慧的菩萨
才能变成自在的菩萨，所以他叫做观自在。他透过什么功夫？行深般若，般若的智慧，浅的智慧就是世间的学问跟知识。世间的学问知识能够让你呢买股票赚钱，可是它不能叫你了生死，不能叫你彻底的去除烦恼了。所以要深般若，深切的深刻的智慧，才能够去照见五蕴皆空，照见自己的身心原来都是空无实体的。这个我们改天再谈哦。当你真正了解你的身心生命都是空无实体的时候，请问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害怕的？身心的生命没了，就没有人可以害怕，对不对？没有人可以死，懂我的意思吗？那不叫解脱，叫什么呢？如果你真正的体会、肯定、承认你的身心生命、五蕴生命是一个假体、假象，那就没有一个你的假象来烦恼，没有一个你的假象来痛苦。那底下还会讲到，没有一个你来修行，有没有一个你来成佛了？那问题就多了。那到就是心经最后讲的无所得。改天如果有机会了，再谈这佛法的妙，佛法的深奥就在这儿了。能够听得进、听得懂的人，当下就解决了，当下就解脱了。听不懂的人，永远只能钻牛角尖；听不懂的人，永远只能造口业，一点用处都没有。这种人呢，实在是很糟糕的，这叫共高我慢。所以我希望呢，听到我们节目的人呢，都要有一个怀抱谦虚的心呢，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以前东京大学，我做一个结论呢，东京大学的校长是在一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日本东京地大是全日本1等1的大学了，像我们台大一样。对对对，那呢有一个东大的学生呢，我在那个读者文摘看到的，是东大学生就站起来问他的校长，他毕业生呢，他说我在东大已经学了这么多了，天底下还有什么学问值得我去学的？这东大的校长呢，停顿了一下，试着一下讲说，如果你行有余力了，你可以找2500多年前印度释迦牟尼佛的经典来翻一翻吧。这里面有乾坤呢，这里面有奥妙啊，这里面是超越了世间的学问。要有福报的人，有智慧的人，有耐心的人，才能听得懂，才能看得透啊。要我林世明呢，这一辈子如果去玩股票，如果我去冲的话，我今天如果以世间人的看的那个眼光看，我成就一定比现在大。是这样吗？因为我喜欢佛法，我这辈子一半的时间呢，都在呢沉潜在佛法之间。可是我认为，我得到的快乐超越了一般人。一般人以为他留下很多钱很伟大，不见得。有的人做了大官，解了他很伟大，还不见得。有人认为说，哎呦，林老师，你有什么伟大呢？拜托，我也没有伟大。如果我还认为自己伟大的话，那还能够叫快乐的人吗？因为那个伟大的人呢，就希望呢他比人家伟大，不希望别人比他伟大。如果说呢，今天大家都说林世明好，哇，糟糕了。那有一天我要听到像我们现在传播出去的话，很多人在骂我的人，说我不好的人，那我不就能投井自杀了吗？所以一个人要超越得失，要超越毁誉，要超越生死，才能够叫做真正的解脱。哇！突然开始后面升了起来，快要开始讲了一些有点听不太懂的东西了呢。好，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都有智慧，听得懂。没错，我听不懂，但各位听众一定听得懂。不要担心。好，谢谢啦。好，那我们这集讲观世音菩萨的部分就录到这里。谢谢啦。好，感谢林老师。谢谢，再见。拜拜，下期再见，拜拜。